相信大家都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在遇到一堆材质时，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早安、午安、晚安，大家好，我是早安。今天我会分享轴体零件与材质的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知道该如何选择轴体。相信对于刚深入了解轴体的朋友们来说，一定会被论坛上各种被抛来抛去的轴体名称给冲昏了头脑，像是什么轴心柱啊、什么 LY 材质之类的，这样硬壳文章应该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我们现在认识轴体的零件们吧。而因为现在健圈最流行的轴体种类是 X 轴，所以我会针对 X 轴来介绍。其他种类的轴体像是 Box 轴或是 Choke 轴，它们虽然触发原理很相似，这也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像是 X 结构是透过轴心触碰弹片产生讯号，而 Box 结构则是透过轴心去压一个触发杆，再由触发杆去产生讯号。所以不同的结构可是差得很远的，不能相提并论。X 轴拆开来可以分为几个部位，分别是上盖、轴心、弹簧，还有下盖。而在运行的过程中，轴心的轴臂以及轴心柱会受到导轨以及底壳轴心柱以及上盖开口的限制。而底壳轴心柱与轴心柱结合的缝隙是非常小的，几乎没有容纳其他物质的空间，所以一旦有异物或者是润滑油跑进去，就会导致轴体卡塞或是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而如果导轨与轴心柱在开模或是制作过程中不够精细，导致结合不够密合，就会让轴心变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轴心不稳。再来，支撑着轴心上下往返的力量来源是弹簧，而限制着弹簧不会乱跑的则是底壳轴心柱的外围。如果弹簧自己压缩时摩擦力过大，就会发生所谓的弹簧音，而弹簧摩擦轴心柱时摩擦力过大，也会发出卡沙卡沙的摩擦音。这两个问题都是由摩擦所产生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减少它的摩擦。在健圈里，我们通常会使用润滑脂，也就是粘稠一点的油，来润滑底和轴心柱的外围。想要追求更好品质的人，甚至会把弹簧单独分开润过一遍。而润轴因为眉眉嘎嘎非常多，所以我在这里不会详细说明，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再来，只是触发的原理，在轴心按下后，它的小脚会推动弹片来输出讯号，而小脚将弹片推到底时，讯号就会输出。线性轴跟段落轴在这里有个小区别，也就是段落感。段落轴的段落感是由小脚上一个类似山峰的形状所引发的，这个也是段落轴压力曲线图会有波动的原因。而这个东西它没有专有名词，我叫它段落小脚来跟线性轴区分开来。这个也是段落轴心跟线性轴心最大的差别。而因为在触发的过程中，小脚与弹片摩擦会产生阻力，这有机会产生奇怪的手感，像是奇怪的卡塞感，又或者是线性轴莫名出现段落感之类的。所以在润线性轴时，我们会刻意在小脚或者是弹片两端抹个2下，来避免这种情形。它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可以让轴体按压变得更顺滑，带来些许更好的敲击体验。不过如果是段落轴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段落轴的段落感是透过轴心与弹片挤压形成阻力而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油都会导致段落感减轻，甚至会直接消失。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润这个地方的话，用粘稠度低一点的油轻轻的点一下，有个仪式感就好。知道了轴体零件们的作用后，接下来就是连资深玩家们也不一定搞得懂的轴体材料们了。废话，我又不是材料厨。我们先从老三样说起，它们分别是 PC、PON 还有尼龙。也再次提醒一下，就像我们之前在键帽篇提过的凤梨酥哲学，接下来提到的是材质最常出现的特性。而每家厂商的材料名字虽然是相同的，但基于材料的配比、原材料好坏、添加物的多少等奇怪的因素，虽然都是同一个材质，在不同厂商下，甚至是同一厂商不同轴体间，表现可能都会不太一样。聚碳酸酯，简称 PC， 是机械键盘中最常使用的热塑性塑料之一。在轴体方面，这种材料最常被用于轴体的透明外壳中，像是全透明的水王 V3， 就是整个采用 PC 的材质。除了透明之外，也有实色的 PC 轴体，像是拉苦的上盖就是采用 PC 的材质。从经验上来看，越是透明的外壳，声音往往听起来就越高亢和清晰。相对来说，越是不透明的外壳，声音往往就会越深沉。为了帮助大家能更直观点的认识它，接下来是我主观且极度不严谨的评价，大家当个参考就好。
聚氧乙烯，通称 PON， 是轴体中最常见的热塑性塑料之一，但往往被很多人遗忘。PON 因为摩擦系数很低，以及可以自润滑的特性，它常用在轴体轴心上，而非外壳上。但是 Cherry 的轴体就是采用尼龙外壳和 PON 轴心的组合。当然，这并不代表 PON 没有被用在外壳上。比如凯华的 NK Cream 轴就是一款很著名的全 PON 轴体。与 PC 还有尼龙相比，它的摩擦系数相对较低，所以 PON 是款挺热门的外壳选择。而有一点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下，那就是当两种摩擦系数很接近的材料互相摩擦时，会导致一种现象叫做打滑。就是当两种材料互相摩擦时，偶尔会让轴体之间的摩擦大幅降低或是大幅增加，会让你感觉到手感突然变快些，或是变得十分卡塞。比如 POM 与 PON 之间有时就会发生这种状况。而据说过去库存的 NK Cream 轴有打滑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个。不过，通过润滑可以取代掉零件之间的摩擦，就可以减少打滑发生的几率。所以现在的我们并不太需要特别关注这个现象。而刚刚提到 PON 材质它就有自润滑的特性，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快乐化学了。简单且不严谨的说法的话， PON 它接收到过多的能量之后会水解，产生的水会让它感觉滑滑的，所以称为自润滑。所以PON 只要通过足够按压，大概60万次吧，就可以有更顺滑的表现。甚至还有一种专门按压轴体让轴体变得更顺滑的机器，叫做包轴器。轴体弄得跟耳机一样 Hi-Fi， 我觉得还蛮酷的。我之后会深入提到这个东西。首先要提到的是尼龙实际上有好几种不同的种类，而键圈中最常使用的种类就是 PA66。在键圈中，尼龙轴体通常被视为 Forky， 也就是深层敲击声的材质代表。由于尼龙的高强度和耐热性与易成型性，它是仅次于 PC 最常用到的轴体外壳材料之一。像是金维科、羊驼、Gateron 的 X 轴，这两种都是蛮常被提到的轴体。尼龙往往是用于不透明的外壳材料，比如 Gateron 的黄轴和黑轴的黑色底壳上，有 Tex 冰糖手这样透明的版本。在好一段时间中，金维科也照样采用尼龙作为他们的底壳材料，比如落霞轴、棉花糖轴、薰衣草轴等等。然后来分享一下两款不太常见的材质 ，PE 还有 PA。聚乙烯2层 PE 是今天提到的材质中最常出现在现实世界上的材质。PE 在机械轴体中主要采用的是超高分子量的品种，其内部含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个聚合物单元的链子。因为 UHNWPE 的高强度，使得小到手术缝线、安全帽、防弹衣，大至船体、飞机内壁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回到正题，至于轴体的材质，它主要出现在金维科的轴体上，像是金维科的 Kiwi 轴、Adobe V2， 另外也有 Texi 的冰葡萄轴。虽然金维科当初对它的质量和性能都信誓旦旦，但由于它存在收缩与桥曲的问题，这会容易造成轴体晃动和键帽松动。再加上近年来厂商更着重在 P3、LY 等混合材料上，所以它作为独立材质的使用，在未来应该是不太可见了。PA 比起说它是某项独立材质，它更像是一个材质大类。比如前面提到的尼龙材质 PA66 就是 PA 的一种。PA 其实在轴体的使用上并不多，更直截了当的说，目前为止只有一款轴把 PA 作为独立材质使用。这个独特的例子就是金维科 H1 的底壳，又或者说是著名缝合轴 BCP 原生配方的底壳材质。虽然 PA 没有详细的规格说明，但根据有名轴体大佬 Learmin Goat 的猜测，这种材质是一种通常被称为 Toron 的 PAI 材质，这种更常被用于电线制成中作为电线涂层的聚合物。最后要提到的就是近年愈加流行的混合材质，包括金维科的 P3、LY、Texi 的 PNE、HPE 等等。由于资料不多，所以我就整合起来快速介绍了。P3 是金维科线性轴轴体使用的定制混合物，以 UPE 为主体，混合 PON、NOS2、PTFE 等材质形成。根据金维科公布的数据， P3 的摩擦系数很可能在 0.05 以下，基本上就是碾压前面提到的所有材质了啦。不过也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所以看看就好。采用 P3 材质有名轴体就包括了钴蓝轴、钢琴轴、落霞轴等等。特别是钴蓝轴，在对岸可是烧到不行，走在路边都会踢到的那种程度。因为这种热度，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主打同模具的换色轴，像是钴蓝、可乐、夜莺、樱花、海苏这几颗。详细认识它们又是另一个课题了。
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LY 也是加入了 UHNWPE 作为材料的混合材质之一。刚刚是根据经纬科公布的数据 ，LY 的摩擦系数为 0.03， 顺滑度优于 P3 的同时，刚性也高于 P3。但需要一提的是，不少玩家对于 LY 材质的耐用性保持不相信的态度，因为这个材质实在是太软了，在插拔键帽时会磨损轴心。在玩家社群中常常发生过数次更换键帽后，新就再也咬不住键帽的状况。而最近 LY 又更进阶了一点，变成了轴心断头台，但是安妮亚 R1 跟无记下这两种轴都在断头，甚至轴体界的路易16。总之 ，LY 在没有改善之前踩雷几率是挺高的，现阶段还是小心一点才好。而 PNE 是 Texi 独有的混合材质，但根据 Texi 的声称，它很可能没有传统混合材质光滑。PNE 主要是用于生产轴体外壳上，主要建议搭配 POM 轴心使用，这样的组合能发出独特的咔嗒声。例子包括胡萝卜轴和紫熊猫轴。最后是 HPE 是 Texi 推出，同样是以 UHNWPE 为主的混合材质。就我认知，最早出现在胖虎 V6 上，现在在蓝天轴等 Texi 自家轴体亦可见其身影。根据 Texi 的采用方式 ，HPE 同样都是搭配 POM 使用，而不会作为唯一的材质生产，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前面提到的同材质打滑问题。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课题，常润。先直截了当的说，根据我的经验还有观察，越是有经验的老玩家，不喜欢常润的比例就越高。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很多玩家玩到一定水平，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润滑剂、润法、油脂的用量等因素。这些在常润时，并不能为每个玩家客制化出他们喜欢的润滑方案。因此，比起厂家提供的常润，不少玩家更倾向于购买无润的轴体，再自行润滑。不过以上的其实更像是借口，令老玩家不会选用。更准确来说是，不敢选用常润的原因是，基本上来说，在长久的玩家生涯中，有很多玩家都会被各式各样的常润给恶整过，像是 Gatron 的 Cap 轴的负的漏油，经纬科有名的低稳定性常润品质，斯维奇内容轴的噗呲噗呲等等等等。更简单的说，就是玩家对常润几乎不抱有信任，还不如到手再自己进行处理。你看到这里可能会想，那我买常润的轴体回来，把常润的油擦掉，再自己把新的润滑油盖过去不就好了吗？然而，先不说有些部分其实并不好擦，而且要清洁干净，一般只会使用超声波机。如此一来，与其做这种无意义的行为，在这轴体泛滥的年代，还不如选择其他无润的轴体。所以如果你想当一名合格的键盘玩家，常润可以说是地雷一般的存在。润轴可是键盘人的必备技能呢。不过如果你很懒的话，常润也是可以拿来用的。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今天分享的知识们。Inks 轴可以分为4个零件，分别是上盖、轴心、弹簧，还有下盖。它们的精度、模具、材质、特性、厂商等等的各种因素，都会极大程度的影响一颗轴体的声音以及手感。而因为这些零件上有几个部位会特别影响手感及声音，所以被特别捏了出来。它们分别是轴臂、轴心导轨、轴心柱、底壳轴心柱，还有轴心小角。轴臂和导轨是轴体的摩擦主因之一，甚至你也可以说它就是摩擦的主因，因为它在轴体里的线位是最重要的部位，所以它的精度以及材质还有润滑方式对于手感的影响就非常的夸张。像是精度不够就会导致轴体卡色或晃动，或是润滑过量就会导致手感粘稠等等。轴心柱与底壳轴心柱也可以说是摩擦主因之一，但因为它的空隙实在是太小了，可以说正常玩家不会有多少人去润它，因为如果润滑油跑进去的话，就会发出噗呲噗呲的声音。如果在这个部位模具出问题的话，也会很大程度影响轴体卡色或晃动。轴心小角和弹片组合起来就是让轴体运作起来的主角，它们负责了输出讯号这个最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部位出问题的话，也不用提手感或声音什么杂七杂八的了，就是直接丢进垃圾桶。而段落轴的小角形状会有点不同，这让它能够与弹片产生阻力，制造出所谓的段落感，也就是压力图上的那个波动。接下来是材质的部分，材质有最常见的老三样，它们是 PC、POM 还有尼龙。从经验上来看，实色 PC 的声音会略低于透明 PC，常出现在上盖。
POM 带有滋润滑的特性，声音手感都挺平均，常出现在轴心。尼龙手感扎实，声音低沉，常出现在下盖。除了常见的老三样外，还有2个比较不常见的材质 ，PA 还有 PE。PA 只出现在 T1， 也就是 PCP 的圆底壳，声音扎实低沉。PE 存在收缩巧区问题，未来应该不会出现，声音手感都偏向爽脆。接下来是近年流行的混合材质 P3、LY、PNE、HPE。P3、LY 都常出现在轴心 ，PNE、HPE 常出现在外壳。照参数来看 ，LY 略顺滑于 P3， 但因为材质太软，如果出现想买的话，建议先观望一阵子。最后就是常润的部分。简单来说，当键盘玩得越深，使用常润的玩家比例就越低。当然，懒人除外。原因主要有2个，一个是玩得深的玩家们，通常都会有自己喜好的油脂、润滑、用量等等，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手感以及声音，这个是常润无法做到的。另一点是常润的品质非常不可靠，像是 Cape 轴的炼油厂、金维科的低稳定性，因此，与其去赌常润的品质，还不如自己手润好一点。那么走铁零件材料篇就到这边了。不论你觉得我做得很棒，或是烂得要死，但是这篇我做了快要2个月，拜托不要说它做得烂也要死，我会哭。都欢迎到我的 Discord 群组里面来取暖，里面现在感觉变热闹了。也请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那么大家晚安，我们下部影片再见。